好，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 BOSS， 如果是刚入坑的萌新呢，打不过这个困难难度的，我们就可以选择这边的简单模式。当然稍微有点练度呢，咱们就打正常的，早点打完呢，也可以早点摆烂开始领奖励。阵容方面呢，这里有个推荐阵容，这个里的推荐阵容呢都比较抽象，不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这里呢就分别给大家打出几种不同的配对的打法跟配对思路。好，那么首先是我们的流血队，流血队呢就用流血队的4个人加上一个洛克斯，最后一个位置呢，我们去助战里借一个戴伦，注意检查一下烙印哈，它烙印最好带的是高塔加逆位。好，然后整体的站位呢就这样站。如果你李维练度太低，扛不住 BOSS， 或者说你物理队需要用到洛克斯，那么你可以把洛克斯给换成一个卡门，但你的卡门最好呢能有个1加锁，否则效果呢会非常差。李维扛得住，洛克斯还是要给其他队的话，那么也可以换成一个唐，当然最优先的还是用洛克斯。然后来讲讲烙印，洛克斯呢我们就携带高塔加逆位，这样呢能够多开一个大。德雷亚我们就携带混沌之拥，但是 BOSS 现在有 bug， 他最后的破盒不吃到这个混沌的真伤，我们也可以考虑把1、2号位给换成风起。警的烙印呢，我们可以携带闪电套，3号位携带一个伤害烙印，比如说深度污染或者是先行者，也可以简单一点，直接换成混沌之拥。当然现在有 bug， 胡椒的烙印还是携带一个魂裂加上一个先行者。最后李维去携带星象流逝，如果你没有星象流逝，就把洛克斯的裤衩托给李维穿，李维能够多开大更为重要，洛克斯就换成闪电套就可以。希望前能携带背水，咱们直接开始。开局呢，我们开出一层背水，然后就一直挂机输出，等到 BOSS 暴露核心。BOSS 暴露核心以后，我们等导演叠加成2层干涉，它的必杀能够破核以后，我们将 BOSS 的核心给破除掉。接着呢，就再开一层背水，中间呢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点，我们就一直输出到 BOSS 第2次暴露核心。场上呢角色必杀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如果是导演必杀好了，那么它释放必杀就跟这个警换一下位置，来触发一下它干涉增加攻速的效果。同样的，警的必杀好了的话，也是跟导演换个位置来触发导演的加攻速。好，中间的步骤呢比较枯燥，我就直接快进了。等到接近2分整的时候呢 ，BOSS 会召唤出一个虫子，这个虫子在它击杀掉以后，它会在它死亡的这个9宫格造成一个减攻速跟减攻击的效果。如果你击杀慢了，那么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德雷亚，就把德雷亚往后边去移。实在没击杀掉，你让局长把它给吃了也可以。然后 BOSS 呢会再次暴露核心，我们用警或者用导演，或者导演加德雷亚去将它给破核都可以。中间又是挂机直接输出就行。BOSS 的大范围的伤害呢，我们也因为中间没有站人，所以呢不用去躲。好，然后等到 BOSS 他会再次暴露核心，这次暴露核心我们不要着急去破核 ，BOSS 会慢慢的召唤这个小虫子，这个小虫子我们就跑过去将它给打掉，打掉以后它会在地上留下一滩黄色的粘液，我们禁闭者站在上面是可以增加伤害的。我们队伍里有几个输出你就打掉几个，比如说目前的队伍里面我们有导演、德雷亚、警、胡椒加洛克斯5个人，伤害都算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去打掉5个虫子。如果你队伍里6个人的输出都不错，那你就可以去打掉6个虫子。打到足够多的虫子以后，我们就直接把 BOSS 给破核。这次破核以后呢 ，BOSS 他的脚会飞出来，虽然减了以后 BOSS 就会直接进入一个长时间的破核，但是呢现在去减的话，他最后还会醒过来。我们可以等 BOSS 再次暴露核心以后，我们破掉核心再去减，这样我们带背水呢可以多叠1层背水，如果是叠盾带了充能也可以多一点能量豆。但要注意 BOSS 再入核呢，它的伤害会有些高，并且它会在地上砸出几个泥坑，站在这个泥坑上面呢会受到大量的伤害。如果有禁闭者在上面的话，就要记得及时挪开。然后我们将 BOSS 给破核，拿到最后1层背水，接着呢派一个禁闭者去捡到上一轮破核掉出来的脚，然后脚飞向 BOSS 以后 ，BOSS 就会进入一个长时间的破核状态，我们将所有的输出打出来就可以。最后呢流血层数可能会掉，有2种方法，一种是德雷亚用砖烙去复制然后粘贴来续住，或者是李维去踩上这些地上的泥坑，去吃到伤害来把这个流血重新挂上，哪种都可以。然后现在呢因为是1阶段，后续的阶段可能机制这些还会变化，到时候呢也会相应的做改轴。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3阶段，上层的角色跟烙印还是一样，依然是如果你的李维没有星象流逝，那么就优先将洛克斯的裤衩给他穿，然后呢，再从助战里借一个裤衩导演。希望前人还是携带背水，咱们直接开始。整体的变化呢，就是 BOSS 现在呢，他会出一个冰环火环，以及呢会吹一个龙卷风，我们将相应的破核给延后，就能够尽量的去规避这个伤害。开局导演必杀满以后呢，我们只打1个，接着呢，等到大概37秒的时候 ，BOSS 呢会出现一个吐毒的动作，我们再利用导演的下一个必杀来将它给破核就可以。这轮破核过后呢，我们再开出1层背水，然后各个角色都把技能给开出来，尽量打出一波输出。好，然后 BOSS 呢会再次出现这个吐毒动作，我们这波就注意观察，它会出一个火环，然后呢接着会出一个冰环，我们将2个角色放在同一个9宫格，这样呢就能够消除掉。好，接着呢接近2分钟的时候 ，BOSS 又会召唤出它的虫子，依然是同样的处理。如果会影响到德雷亚，就把德雷亚给移动到后方去。接着呢 ，BOSS 又会暴露核心，我们依然要注意不要来破掉它
这一轮的核心。破核技能的角色呢，都尽量注意，可以摊一下德雷亚的伤害，去打掉一个必杀来破掉一核。好，然后到1分40秒的时候 ，BOSS 呢会出现一个闪电的特效，这时候就可以破核了，这样呢就能够打断 BOSS 的龙卷风。后续呢就跟1阶段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我们继续输出，然后等到 BOSS 下次暴露核心，然后他又会开始召唤虫子。我们注意不要破掉他的核心，而尽量呢至少去打掉4只虫子，这样既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增伤，又不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破核的时间。4只虫子都打完以后，我们就将 BOSS 给破核，然后主要的输出角色呢都去站到刚刚虫子被打掉以后出现的金色粘液上，然后 BOSS 掉落的脚我们先注意不要去踩，而是等到下一次 BOSS 破核以后，我们再派角色去踩，也就是仅限在脚下的这个。然后 BOSS 呢这一次暴露核心，它是一个下砸，地上呢会砸出几个泥坑，注意呢不要禁闭者站在里边。好，然后破核剪脚输出就可以了，依然是注意输出角色呢要尽量去站在金色的粘液上。蓄势成流血呢就用德雷亚的砖烙，或者是用李维时不时的去踩一下泥坑。好，分批呢再做其他队的。Adrenaline rush right through my core. 1 second I have realized, put me on a joyride. You're the only spotlight. Joyride bumping 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Speeding through the hills up and down. And swearing on the moonshine, running till the sunrise. Yeah, you heard me, that's right. Joyride bumping 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一个叠盾队，这期叠盾呢，因为 BOSS 没有控制技能了，因此呢就会简单很多。必备的角色是伊琳娜和迪蒙，然后比较核心的角色是夏茵跟恩菲尔。只要有这4个人，你就能打出不低的伤害。如果本身自己有4枷锁迪蒙，会里也有一个4枷锁迪蒙，那么是可以凑出2个叠盾队的。这时候呢，就把恩菲尔跟夏茵分别塞在一个队伍里。伊琳娜比较关键的技能是她的被动2，我们需要去升到一个10级，9级也能玩，但比较麻烦。然后其他技能呢就尽量高。迪蒙则是需要4枷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带上裤衩的情况下能够1颗豆子1个盾。如果不去考虑2刀叠盾合理分配角色，那么你想打1刀你伤害最高的，剩下的2个位置呢就尽量去选择你输出最高的角色就行。比如说导演输出非常稳定，爆发也高。没有导演的话，那就用曼尼斯。法队输出比较高的角色也可以上，比如说你有个4锁的艾提，那么能提供保持的同时他也能打收缩，然后3锁的渡鸦也是能打输出的同时提供一个易伤。B 站呢也可以搜到物法2叠盾都打4000万的这样的视频。当然如果是有打2刀叠盾的需求的话，可以根据那样的视频来做一个配对选择。我这里呢就用比较轻松的角色来打一遍，给大家看看我用到的轴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角色的练度以及烙印如下：4锁迪蒙和伊琳娜，你至少要有其中一个，缺的另一个呢就可以去助战里借。输出角色呢都可以带混沌之拥，我这里呢是因为只有2套，所以呢艾提选择了修罗。队里的破核角色足够，恩菲尔就可以不用去带复乐园。好，然后局长全能携带充能，开局呢我们给1颗充能豆给迪蒙，并且呢让他开出砖烙。下一步呢是要把伊琳娜给移动到局长面前去，因为刚刚危险信号会阻挡我们操作，所以呢我刚刚点了一下暂停。然后叠盾的核心要点呢就是我们尽量要去一直盯着迪蒙，当迪蒙可以释放必杀的时候，我们就开出必杀，同时呢给他再吃一个充能豆。这项操作的优先级是大于你队伍里其他任何的操作的，你可以忘记别的任何事情，但是你不能忘记迪蒙开大以后给豆。初期 BOSS 的这2个核心呢，你想什么时候破都可以，比如说一会儿 BOSS 会放冰火环，那么是可以破核来打断的，没有打断也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冰火环不是一个套在迪蒙身上，一个套在伊琳娜身上就行。然后叠盾第2个要点就是要去注意伊琳娜，当伊琳娜的必杀好了以后呢，我们就需要用它的砖烙来将这个雷给埋在后方的空格里，这样呢这个雷就可以一直储存到最后来做一个统一引爆。然后中间呢没什么要点，我们一直重复这个过程，一直输出 BOSS， 一直等到2分出头的时候 BOSS 会召唤出他第1个虫子。迪蒙在此时呢恰好能够再放一个必杀，我们放完这个必杀以后就注意将能够输出到这个虫子的角色呢往边上移，放任这个虫子呢走过去被局长给吃掉。最坏的情况也只能是在伊琳娜的脚底下死掉，因为盾哥的攻速本来就慢，如果再被这个虫子影响到攻速，那么一会儿逆位之财就可能回不上人。等到虫子走到伊琳娜这格的时候就算安全了，我们就可以把角色又重新移回去。然后 BOSS 此时的核心呢也是想破就破，或者呢也可以像其他队伍的处理方式一样，就是等到他身上带有闪电特效的时候，我们再去破核打断他的龙卷风。中间呢又是枯燥乏味的输出，大家有技能就放，然后迪蒙的盾不要断掉就行。等到倒计时1分20秒的时候呢 ，BOSS 就会开始他下一次入核，并且呢召唤出增加伤害的小怪。我们
尽量将5只小怪都打死在敌盟能够叠盾的范围里，这样呢保证我们一边能够吃真伤，一边也不影响我们继续叠盾。实在没能控制得了也没关系。然后如果你埋雷的位置跟我一样，那么就一定要去注意这个第2只小怪，不要让它去踩到这个雷了。一般来说输出是足够的，但如果不放心，就用一些爆发类的技能来将它给打死。其他几只的处理也一样，但是呢要注意这一轮不要去破 BOSS 的核心，我们需要避免 BOSS 尽早的进入到它下一个阶段。这期间呢我们该继续叠就继续叠，该输出就输出，一直等到倒计时45秒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破核。这次破核呢也是你这次叠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这个角是有可能飞到我们雷里面去的，如果飞进去了，那么就功亏一篑了。这里角是成功掉在恩菲尔脚下了，但实际录制的时候，其实很多次都跑到雷里面去。接着，因为捡角我们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在32秒的时候就去捡这个角，从而去打断 BOSS 最后一次高额的锤地。那个锤地呢会削减我们的护盾，我们32秒去捡呢，刚好在他打算锤地的时候，这个角就会飞过去将它给打断。最后30秒呢，也不要着急的就开始输出了，因为我们还能继续叠。这之中，如果你的伊琳娜有4枷锁以上，并且呢是10级的合谋，那么是可以再埋一个雷，并且呢再释放一个必杀的。在继续保持敌盟一斗一叠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匀出来2颗充能豆给到伊琳娜，这样伊琳娜是能够赚好她最后一个必杀的。然后夏英因为必杀是持续16秒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倒计时16秒的时候就开启必杀，倒计时10秒的时候呢再去开启一个专闹。其他角色就耐心等到敌盟释放完最后一个必杀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输出。最后倒计时10秒的时候，恩菲尔将必杀交给伊琳娜，伊琳娜等到盾哥释放完最后一个必杀，吃到护盾以后呢，去捡场上的蓝宝石，然后呢站在金色的粘液上，确保 BOSS 身上有紫色的恐惧印记以后，我们再派一个人去踩伊琳娜一整局埋下的雷，所有角色将技能全部扔出，打出一个爆发即可。练度够高呢，伤害是溢出的，只能看以后 BOSS 的血条还会不会继续上涨。一会儿呢还会更新一个恐惧类的打法，但是恐惧类现在 bug 很多，摸轴非常痛苦，不知道柳生哥这次会战期间还会不会修。昨天也是摸了老半天了，但都不是非常完美，但我还是先随便出一个做参考吧。那就分批再见。Adrenaline rush right through my core, through my core. 1 second, I have realized.